$2億的空中煙花秀，你看过吗？咱們今天要聊這事兒，真的是把黑色幽默演繹到了極致。2026年5月17號，美國愛達荷州芒挺霍姆空軍基地為了慶祝美國250周年誕辰，搞了一場號稱自由翱翔的槍手天空航展。結果呢，大家原本是去看戰機衝上雲霄的，萬沒想到，最後看到了一場價值$2億的空中煙花秀。2架 EA-18G 咆哮者電子戰機就在眾目睽睽之下來了一場愛的魔力轉圈圈，然後華麗的雙雙墜地。道德經講，兵者不祥之器。這美軍倒好，航展表演直接給演示了一把什麼叫天降横禍。這哪是慶祝誕辰，這簡直是給美軍的海軍錢包又做了一次無痛結紮。這4名飛行員嚇得魂飛魄散，光速彈射，平安落地，毫髮無傷，完美詮釋了什麼叫人沒事，錢沒了。你知道這2架飛機多少錢嗎？一架1億多美金，2架直接幹為$2億。網友直接封神吐槽，中國有歼36，美軍2架 F-18直接空中合體成了 F-36，18乘以2，還真沒錯。我是百方大招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友记。老話講，多行不義必自斃，多行衰機必自垮。你以為美軍只是偶爾手滑、偶然撞擊？太天真。近這幾年，美軍摔機、炸機、坠海、空中解體的騷操作一抓一大把，能湊夠一本霸权翻车大全。没有一次是被对手擊落的，全是自己摔、自己炸、自己沉，妥妥的不攻自破，導致坊間盛傳能打敗美軍的只有美軍自己。從2020年到2026年，美軍主力戰機、五代機、轟炸機、電子戰機、直升機，能摔的全都摔了，能炸的全都炸了，能沉海的絕不落地。2020年堪稱摔機元年，霸權開始掉零件。F-35B 隱身戰機9月直接砸進居民區，$1.1億當場變廢鐵。五代機開門紅。FA-18 1級超級大黃蜂10月份加州訓練墜海，飛行員失蹤，戰機呈太平洋餵魚，7000萬直接打水漂。AH-64阿帕奇11月阿拉斯加2架空中相撞全毀，2人死亡，武裝直升機都能撞。操作水平拉胯到極致。2021年航母摔機秀，太平洋成美軍戰機墳場。F-35C 隱身戰機1月卡爾文森號航母降落失敗，直接衝出甲板墜海，$1.2億沉海底，撈了1個月，全球直播射死。B-52戰略轟炸機4月發動機起火衝出跑道，60年古董機直接報廢，老胳膊老腿早就扛不住。F-16C 戰損7月份撞荒漠炸成碎片，飛行員跳傘，經典戰機摔了個稀碎，維護爛到家。2022年更是迎來了全軍摔機潮，從軍演到訓練摔遍全球。MV-22魚鷹3月挪威軍演墜毀，4個人死亡，常年被罵飛行棺材，摔機魔咒這解不開。FA-18F 超級大黃蜂又是大黃蜂，6月加州起飛失控，造成大火球，飛行員跳傘。KC-130加油機9月份空中解體墜毀，16人全部遇難，連加油機都能摔，後勤保障徹底拉垮。2023年呢，5代機天花板都翻車，老戰機集體擺爛。F-22猛禽5月佛羅里達州飛行墜毀，$1.5億的5代機天花板摔一架少一架，美軍呢心疼到抽搐。黑鷹直升機10月敘利亞邊境墜毀，4人死亡。EA-18G 咆哮者12月訓練損毀報廢。絕版電子戰機又少一架，家底兒越摔越薄。2024年電子戰機連環摔，美軍開始自斷臂膀。EA-18G 咆哮者，又是你。EA-18者，也就是今天的主角。10月雷尼爾山墜毀，飛行員跳傘，絕版機再減一，電子戰優勢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縮水。F-35A 隱身戰機8月阿拉斯加墜毀，飛行員死亡，五代機質量翻車，越造越差。CH-53E 超級種馬11月墜毀，5人死亡，重型運輸機老化嚴重，摔機已然成為常態。到了2025年，一年更是連摔3架 EA-18G。2月聖迭戈灣墜海，飛行員獲救，戰機掉到海裡撈不回來，絕版機又沒了一架。1年半連摔3架 EA-18G，美軍心態直接崩了。F-18超級大黃蜂7月航母起落又墜海。B-1B 槍騎兵9月發動轟炸報廢，40年戰略轟炸機老骨頭扛不住。到了今年2026年，截至5月，航展炸機封神，正式開啟炸機元年。
EA-18G 咆哮者5月17號本期的主角，航展的时候空中相撞墜毀，2架原地報廢，2億美金瞬間蒸發，把美軍摔機史直接推向了新維度。一句話總結，美軍5年摔幾十架，不戰自敗已成定局。老祖宗講，兵強則滅，木強則折，盛極而衰，天道循環。美軍看似全球第一軍事強国，實際上裝備老化，護航拉胯，人才斷層，管理混亂，軍心渙散，戰機摔得比造得快，家底敗得比掙得多。這些年的墜海炸機相撞，沒有一次是被對手打敗，全是自個兒把自己給作死。這不就是不攻自破最生動的寫照嗎？很多人刷到這個新聞，第一反應就是美軍太菜了，飛一個航展都能炸機，敗家子兒。但我告訴你這只是表面，普通人只看到2架飛機撞，2億美金沒了，飛行員跳傘。但真正懂行、懂歷史、懂國運的人看到的是，美國霸權正在加速崩塌，美軍正在從世界最強淪為世界最蠢。易經早就說過，亢龍有悔，淫不可久。意思就是任何事物囂張到頂點，必然走向衰敗。今天這場 EA-18G 空中合體事故根本就不是意外，而是必然。它暴露的是美軍3大致命死穴：裝備老化、人才斷层、戰略焦慮。接下來咱們一層一層扒。首先，咱們搞清楚 EA-18G 咆哮者到底是個什麼來頭？為什麼摔了2架，美軍直接肉疼到抽搐？ EA-18G 基於 F-18 超級大黃蜂改造，全球最頂尖的專用電子戰機，沒有之一。它的任務是啥？壓制敵方的雷達，干擾通信，癱瘓防空系統，給美軍戰機開路。簡單說沒有 EA-18G， 美軍現代空戰就是瞎子、聾子、活靶子。更要命的是，這款飛機早就停產，2024年生產線徹底關停，不會再造一架。美軍現在手裡一共也就150架左右，摔一架少一架，掉一架沒一架，絕版的孤品。中國古人講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，國之重器不可以輕用。意思就是镇國之寶不能隨便拿來顯擺，壓箱底兒的武器不能拿來玩花活。這美軍倒好，把停產絕版、造價1億多、數量稀少的電子戰機拉去航展玩高機動、玩近距離編隊、玩花裡胡哨的表演。這就好比啥，你家傳了3代的祖傳玉玺，你拿出來當球踢，還給踢碎了。這不是意外，這叫作死。為什麼美軍這麼做呢？因為他焦慮極度焦慮。中國電子戰機隐身戰機殲36橫空出世，美軍發現自己引以為傲的電子戰優勢沒了。以前美軍能靠 EA-18G 橫行天下，現在中國殲36一出，美軍瞬間慌了神，亂了陣腳，急了眼。網友吐槽太到位了，中國有殲36，美軍這2架 F-18直接合成了 F-36，不是技術進步，是物理合體；不是性能升級，是空中硬刚；不是戰略突破，是自毀長城。這波2億美金摔得太值了，摔出了美軍的恐慌。資治通鑑曰過，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得名師。回顧歷史曾經不可一世的霸權帝國，羅馬帝國盛極一時，最終內部分裂，外遭入侵，轟然倒塌；代殷帝國、日不落帝國，最終霸權旁落，國力衰退，淪為2流國家；蘇聯帝國超級大國，最終體制僵化，經濟崩潰，一夜解體。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，沒有任何霸權能永遠橫行，沒有任何帝國能永遠輝煌。今天的美國跟當年的羅馬、大英、蘇聯何其相似。這次EA-18G 空中合體不是偶然，是天道的輪迴，國運交替，歷史必然。美軍炸機炸的不是飛機，是舊時代的落幕。中國的崛起起的不是國家，是新時代的開啟。我是不愛放大招大招，下期再見。